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3月7号星期六，今天又是平田先生的早训练。我差点迟到，从家出来的时候5点31，5点45集合，有3公里，然后玩命跑过来，跑4分出一点头。今天这早训练之后去东京，明天中午回，明天下午回，下午在东京和大家直播。咱们今天直播晚开始1小时，因为这边酒店都是3点才能入住，我可能得3点一刻才能开，结果不太能在外边，都出汗了。昨天我们公司周五下午在家开个见面会，聊聊天，跟大家分享上周去看东京马拉松的事情。我就觉得马拉松好奇妙哦。其实很多时候一个突破都是一个的小突破积累出来的。不跑马拉松的人可能不全知道。你看，无论是中国纪录、世界纪录，还是个人最好成绩，个人的差一点点的最好成绩，其实都是在半秒到1秒，最多2秒的配速之间。那2秒的配速就84秒，1分半钟。如果你的马拉松能提升1分半钟，就是在3个小时以内的选手，那就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进步。来，我们照相吧。好吧，上海马拉松之前的最后一个中距离的集体训练，3分55。今天3分55，好多人呀！走。行啊，今天我就15就结束。僕のラスト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最后的不到1.5公里，我自己稍微加速。快到！
ラスト、僕のラスト。上公里3分38，我是后400多米加速的。finish last stop。到结束，3分31，来到来自。来到。哎，我们今天有补给桌哎，啊，都是调料瓶子。我这次大阪全马之后，右腿的伤有一点点发作，但是不太影响运动表现。应该是臀部肌肉可能哪里有炎症，造成可能有一点点压迫坐骨神经，就会有一点点不舒服。所以很少有跑者，尤其是优秀的跑者，是总是身上完全什么时候没有很舒服的，甚至说刚开始跑的跑者也一样。对不跑步的人看跑步的人，有的时候不太能理解。停表。今天不累，但是不敢太发力。再调整一周，调整一周之后，下周是上海的半马。看见成绩啊，15公里，58分38，平均配速3分54，运动表现出色，109%，训练负荷中等，训练重点基础。有氧效果提高，无氧效果恢复。今天录一个运动感受吧，适中。运动感受是大阪全马之后右腿臀部的伤有一点点发作，但是还好。今天是上海半马之前最后一个周六合练，最快1公里3分29，平均配速3分54。平均心率163，最大175，累计爬升55米，步频204，步幅1米26，平均垂直振幅比5.1，垂直振幅6.5，触地时间1米71，消耗796千卡，基本上很稳，配速就最后冲了冲。我们到第13公里的时候还是3分53，第14公里3分38，最后1公里3分31，可以。今天不跟大家分享跑步的具体内容了，跟大家分享心得。这次去东马是个意外难得的机会，但是呢，也意外的看到了不一样的一场东马，真的不可思议的一场东马。我不知道不可思议用在这儿合不合适，但是确实是在开始之前，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可能结果是不可思议的。我觉得1分多钟的时间，你在一场马拉松中其实就是1秒多，一共42公里，每公里快1秒，快42秒，差不多就是这样，对吧？你看我们无论是想破一个成绩还是怎么样，有多少3小时01、3小时02的小伙伴，或者像我那2年2小时41，其实就是2秒的配速就是1分半钟。
但是有的时候你必须得追这2秒，尤其是你看对专业运动员可能稍微还好一些，那对我们来说，在人群中跑一场马拉松多200米到400米其实很正常。如果你多400米的话，差不多就将近2分钟的时间，100米也要几十秒的时间。有时候看着时间从眼前晃过，觉得挺无力的，但是有的时候看着时间从眼前晃过是很开心的。我现在都还记得，前年会长和董哥来大阪要达标奥运会。会长过线的时候，其实他应该心里也很忐忑的，因为不熟悉的赛道，你最后看着手表的时间，我觉得他拐过那个弯的时候，马上应该就是208，马上就208，因为最后还有200米，那个时候他心里可能其实是没底的，很担心的，玩命在冲。然后他过了以后，你就看着上面那个时间走啊走，最后董哥差了几秒，就觉得马拉松既长又短，既快又慢，就是这样。很多不跑马拉松的人或者没有冲到成绩的人，其实不觉得。像我小的时候在电视上看长跑比赛，我也觉得再快一点，还那么长呢，能追上。但是其实你最后10公里。如果你落后你的目标20秒，你都不一定追上，或者很难追上。每公里2秒真的很难的。越到后面，你的课题其实都不是去加速2秒，而是能不能不掉2秒。马拉松最后的掉速也是很可怕的。这个掉速其实谁也解决不了。专业选手他其实不是一直掉，但是专业选手其实上下。对，有的时候不是跑完以后他就精疲力尽了，而是他不能再快了。就像我现在一样，你让我去跑一个全力以赴的半马或者全马，跑完以后不是精疲力尽了，但是不能再快了，这就是速度能力的问题。好吧，我先往家跑，穿上衣服啊。今天热身过来2.9公里，跑了15公里，我再跑回去差不多了。然后吃完饭就新干线去东京，又跑了不到3公里回来了。哎呀，今天还行，这天气也暖起来了，开始像是春天了。虽然气温没有一下子升高多少，但是不是那感觉了。那马拉松这个事儿呢，其实对绝大多数我们这种普通跑者，其实就是一个潜意识里告诉自己或者证明自己还行的过程。而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。不管是成绩、训练、状态、生活的状态，还有像现在很重要的我们这个频道是以跑步、马拉松和运动为主题，这些都是在通过每天的重复来告诉自己还行。我觉得很多人喜欢跑步喜欢马拉松，可能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吧。你说真的去追求那个多高的成绩，对普通人来说，能跑进230，能跑进国1的能有几个？对，半马能跑进70分的能有几个？其实没多少。别说这个，就5公里能跑到18开头的，也已经是很了不起了。它不仅仅是需要我想到这成绩，而是还有更多要解决好多平常很多人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工作呀、生活呀等等。所以职业运动员面临的困境和我们面临的困境其实不一样，或者说挑战吧。职业运动员面临的挑战呢，其实是半秒、1秒之间在每公里上。我们面对的挑战呢，可能刚才我职业运动员面对的，我们也会面对到一定成绩之后，那大多数时候是面对的我们怎么去平衡。或者去取舍，在取舍中呢，找一个合适的节奏。好吧，今天真的是有感而发，因为昨天跟同事们聊完东京马拉松之后，又激动了半个晚上。我觉得跑了马拉松后就知道，意志力绝对不是马拉松成功的关键，甚至一定不是。它还是一个唯物的东西。虽然精神力量和意志是两回事儿，精神力量是更多的让你在训练中走下去，让你把你的身体练出身体上的力量。
它不是比赛中的意志力。你说我比赛中看着对方就在我前面5米，追不上还是追不上，看着自己的 PB 那个时间，看着终点拱门都已经能看清那字儿的时候，那时间走过的时候，那个心态，不跑步的人可能不跑马拉松的人不太理解。想想之前踩过的42公里的路，有的时候我在比赛中觉得放一放，或者训练中觉得放一放的时候，就会想一想以前刚刚踩过的这十几公里、几十公里的路，那就不放一放了，是不是？好吧，那就这么着，回去收拾收拾去东京了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